全球化的钟声响起，西方文化随着船只登台，日时期的现代化，战后的美军驻台带来了各种新奇的玩意儿。当时的台湾人看得啧啧称奇，天上的飞机、地上的车都是崭新而且强大的工具，西方文明因此被当作进步的象征。此时，拥有西方移民宝座的咖啡来到台湾，对众人说了一句话：想要品尝进步的滋味吗？想要的话可以全部给你，来喝吧！我把所有的咖啡都带来这了。于是人们趋之若鹜，抛弃茶海，进入大咖啡时代。不对，不是啊，面对时代潮流的咖啡，茶陷入危机。究竟于西洋咖啡厅的这一战，传统茶馆该如何应对呢？就让侦查事务所带你探究茶馆背后的秘密故事吧。来啦，咖啡从西方慢慢的滚过来了。日时期在面临咖啡的侵袭，茶馆就这么被咖啡馆给没有取代。奇怪，没有取代那前面怎么讲的那么危急呢？因为虽然茶馆好端端的在那儿是没错，但当时许多名为茶馆的茶馆里面卖的不是茶，而是咖啡呀。西洋轩就是个代表，它是台湾第一家欧风咖啡茶馆。没想到马上就有内奸了，赶快来看看隔壁家有没有卖茶。有啦，吃茶店，打开来看看，结果还是卖咖啡。那当时的咖啡店是在干嘛的呢？原来里面是来卖酒啊。讲了那么多，除了露天在公园、骑楼、庙口泡泡茶以外，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喝茶店呢？其实还是有的，但是给你喝茶的茶店也分两种，分别是传统茶馆和风月茶坊。一般传统的茶馆就是正经的在喝茶的地方，但风月茶坊则是俗称的摸摸茶，里面会有人跟你摸来摸去的那种。在前有咖啡后有摸摸茶的情况下，传统茶馆的生存受到压迫。民国以后更因为摸摸茶的盛行，茶室完全沦落为色情的代名词。传统茶馆时不时就会被误会成摸摸茶，而摸摸茶还乱摸，摸到大白鲨。这个大白鲨就是用力扫黄的警察们。政府机关见摸摸茶如此树大招风，非常生气。1974年内政部直接规定，可以坐下来供人喝茶的空间统统不准设立，要喝茶回家自己泡，企图打击摸摸茶。但这也害真的茶馆躺着也中枪。正当经营错了吗？我们喝茶错了吗？这命令差点成为压垮茶叶的最后一根骆驼啊！茶馆命悬一线，但还好，乱世出英雄。就在此时，林富全出现啦！林富全先生主编茶讯，宣扬生活与茶艺的关系。70年代还率领台茶宣传小组，努力宣传扩大内需茶叶市场。他的贡献让茶饮文化杀出一条血路，各路好汉纷纷相挺。没隔多久，第一家专门推广茶艺的陆羽茶艺中心开幕了。他们开设茶艺讲座，出版茶艺月刊。除此之外，还改良茶具泡茶的方法，发扬功夫茶。台湾茶技术茶具的等级也因此提升了不少 ，level up。By the way， 由于台湾乌龙茶香气迷人，台湾人也就发展出独特的双杯品茗法。先透过长长的杯身凝聚茶香闻一波，再换到开口大的矮杯，让茶汤降温，还可以欣赏茶汤。两者的绝妙搭配，完美衬托了乌龙茶呢。接着在政府法令放宽后，80年代迎来了茶艺馆的爆炸期，茶馆百花齐放，营造出各种风格独特的饮茶环境，像是紫藤炉，秉持道家自然无为的精神，改建日式官舍，使用纸灯、竹帘等素材，结合庭院原有景色，形成了自在随意、优雅而宁静的空间。也因为建筑本身见证台湾早期自由主义思潮的萌芽，展现出一般茶馆难以复制的历史高度啊！除了紫藤炉外，清香斋结合书院的形式，用细致的体验推广台湾的功夫茶，逐步建构出属于台湾乌龙茶的独特品茶美学。茶文化的发展不仅深得了知识与技术，营造了品茶环境，还进一步往精神层面升华，开始跨界和音乐、绘画等艺术结合，让茶艺的内涵大大提升。不过走向精致化的后果，就是茶叶和茶具的价格开始飙高高。这样追求喝茶形式上的美，好像也有点过头。往另一边看，也有茶馆将技能点向大众化，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泡沫红茶的发明受到年轻一代的喜爱，接着进化成珍珠奶茶一泡而红，搭配崭新的蜂窝技术，泡沫红茶店和手摇茶店就这样一步步夯了起来，夯的年轻人路过就买。不过这种过于简便化约的饮茶，减少了人与茶的互动，比起茶艺空间，精神层面也少了一些。说到这边，大家也略微知道茶馆的2、3事啦。茶在台湾一路走来也是跌跌撞撞，茶艺馆、茶人们自立自强，在茶文化有了更深的造诣，而流行的茶饮也为茶叶带来数量上的销售与推广。但看似丰富多元的茶文化，仔细一看也是危机四伏。当年遍布全台的茶艺馆一间间收掉，因为一般大众根本无法负担茶艺馆的茶席消费啊。究竟如何在公共空间中打造出和今天每条大街小巷的咖啡馆一般普遍的而且大众的茶空间，让更多人能喝上一杯回归自然的好茶，或许就是茶文化的下一个重要课题了呢。
好的，说了那么多，茶也泡好了，收起最后一本档案簿，有空再回来坐坐，一起喝喝茶吧。